美国国务院周五发布新版所谓与台湾官员互动准则，比旧版有所放松，但比蓬佩奥临走时叫嚣取消一切限制有所节制。美方还重申将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面对美方涉台小动作不断，中方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舆论指出，美方一旦突破一中红线，中方必定发起前所未有的反制。美国国务院周五发布新版本的与台湾官员互动准则，同时表示正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院还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新准则是按照所谓台湾保证法发布，已经向官员们明确说明了美国有效执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国的新举措显示，拜登正对中国采取比外界预期的更强硬立场。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令中美已经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并未披露新准则的具体条款，但综合美国媒体报道，新准则允许美国与台湾官员在包括美国国务院办公楼在内的联邦政府办公场所定期进行工作级别会议，也可以在台当局名下的物业双向园举行。1979年中美建交前，双向园用作官邸，之后用作社交场所，但2015年惹出所谓升旗风波后，促成了当时奥巴马政府加大对美台交往的限制的旧版互动准则的出台。相互进入官方场所是被旧版准则严格禁止的行为。因为在之前的话，我们在华府跟美国的这个官方接触都在这个国务院旁边去找一个或者是去旅馆里面找一个会议室，或有时候就在咖啡厅里面谈事情。我们人是不能进去的，那美方人员更不可能进入到我们驻美代表处。2008年至2012年间，担任台当局在美联络人的袁建生曾进入美国国务院大楼，但美方的安排非常低调，外界几乎不知情。但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开始疯狂打台湾牌。2020年，时任台当局在美联络人的高硕泰在卸任前被美方高调邀请进入国务院办公楼，并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会面。媒体大肆炒作，史上最烂国务卿蓬佩奥卸任前还废除了旧版准则，宣布取消与台湾官方联系的一切限制。但有美国国务院官员抱怨，这反而给事务官员带来更大的困扰，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不可能为所欲为地破坏中美关系，但又不清楚美国政府的底线在哪里。布林肯上台后，事务官员们强烈呼吁制定新准则。分析指出，布林肯有恢复旧准则和制定新准则2个选项，但恢复旧准则将被视为向中国政府投降，因此他选择在旧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但在蓬佩奥的基础上退一步。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早就在美台交往的过程当中这个进行操作了，无非呢就是他没有把它抬到明面上来，只是在这个台下鸭子划水式的进行这个运作，同时呢不做大肆的这个宣传渲染。那么这一次通过相关规则的这个调整修改其实就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跟这个台湾当局的这种互动。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就是他们依然没有突破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但是呢很明显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在这个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步的这个往前推动，逐步这个挑衅中美关系的底线，这种做法应该说是非常危险的。新准则从技术上设定了一些硬性的安全护栏，包括美国官员与台当局人员接触时不得摆放有台湾主权意涵的旗帜等物品，并且禁止美国官员参加台当局举办的具有主权意涵的庆祝活动。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院不希望看到可能令一个中国政策复杂化的事，因而设下护栏，但栏杆的间距比此前要大得多。美国它在这个交往准则里面设了一些限制，应该是希望能够尽量的深化跟我们这边的非官方的关系，同时不要去刺激到北京当局。它都在一中政策的大屋顶底下，所以呢，这些都是小惠而已啦，只不过让台湾当做一个要反中抗中的一个棋子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近日在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活动上声称，拜登政府将在某些有弹性的领域与盟友合作，包括在美国本身的一个中国政策范畴内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罗森伯格还建议将把台湾纳入美日印澳4国机制作为跳板，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
但有观察指出，现在胆敢不断打台湾牌的，实际上就只有美国一家而已。其他国家要是这么做，无异于外交自杀。罗森伯格所提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呢，凸显出来民主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价值观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这个搞所谓的4国联盟，然后呢加大打台湾牌的这种力度，改变打台湾牌的方式来牵制中国的崛起等等。我想这些方面的一些做法呢，一方面表达出来美国对于自己解决国内问题的一种无奈，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制造假想敌，通过外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这个进一步的加剧和冲突，遏制中国的崛起啊。那么以此呢来继续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认为，美方发布的新准则是一种骚扰动作。现在美国的战略很明确，就是要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减缓大陆的发展速度。拜登政府肯定会充分利用台湾牌去做一些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事。张亚中还指出，美方此举还有为民进党加持选票的动机，民进党也趁机把这当成是重大突破来向选民邀功。但民进党当局妄图挟洋自重，甚至以武拒统，注定失败。岛内媒体报道称，解放军军机周日上午2度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是连续第10天。台军本月广播驱离记录共计40次。2021年以来，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湾附近空域85天，台军广播驱离记录共计250次。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这里都是中国。据台媒报道，这段对话发生在周6，而据此前公开报道，这已不是解放军军机第一次教育台军，这里都是中国空域。周2晚，解放军军机在面对台军的广播驱离时，就已经直接反呛台军，这里都是中国空域，而这一次更是直接安慰台军，你们很快就能适应了。环球时报周日的评论就指出，大陆军机绕台和飞越海峡中线的数量、规模和对台湾本岛的贴近程度都可以调整加码。另外，相信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派战机飞越台湾岛上空的充分准备，在美台勾连升级的情况下，这一行动随时可以祭出，那将强烈震撼民进党当局和整个台湾社会，给美国保卫台湾的模糊承诺一记沉重打击，让美台外交勾连的成果化为乌有。随着美台实施交往新准则，大陆的加压程序也应相应启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就是这个台独挑衅这个大陆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耐心的这种做法呀，其实已经引起了这个大陆的这个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觉，而且呢，我们已经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呢，可以看到跟以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解放军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啊，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啊就开始增大，巡航演习相关的区域逐步的往前推进。我想啊，这个不难看出相关的一个趋势，也就是台独嚣张到极致的时候，这个台独势力跟这个国外的相关的这个涉外的这个因素啊，勾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我想可能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之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畏。吴先生您好。美国国务院近期发布所谓美国政府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美国官员呢将能够定期在联邦政府大楼接待台当局官员。您对此有何评论？是的，美西，美国国务院的所谓新准则，在我看来啊，是将原先藏于水面之下的所谓美台交往公开化，让那些一度见光死的政治避讳不再隐晦。举个例子。原先台当局在美联络机构的官员们呢，觐见美国当局都得遮遮掩掩地走偏门。那么从今往后啊，他们可能可以堂而皇之地从正门拾阶而上。以前那种假装路过的偶遇式外交对话，会变成当面锣对面鼓式的正式交往。这个性质当然是恶劣的，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在我看来，它意味着美国正在逐渐放弃中美建交以来长期遵守与台湾保持非官方交往的准则，让美国原先一度以不选边站为内核的一中原则渐渐露出倾向性。更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期推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将台湾称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美台官员互动不应受到限制等等。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他在推特上点评这个议案时啊，他用了这样一句话 ：“This is nuts，
这完全是发疯行为。史文认为，此举非但无法震慑北京方面，反而提高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今年初，在纪念邓小平访美42周年前夕，驻美大使崔天凯参加了美国卡特中心的一次线上对话。他发出警告称，美方以所谓《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来处理台湾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另一方面，我也要提醒台湾民进党当局，千万不要误判形势，将美国打台湾牌对中国进行战略钳制的动作视为所谓利好台湾的战略机遇。这些年，在民进党当局的一意孤行下，甘当马前卒的他们已经将台湾置于中美2大地缘板块的接壤处。一旦中美关系发生震荡，首先遭殃的必然是位于地震带上的台湾执政当局。台湾方面对自己所处的位置要有清醒认识，